國要運走1200噸黃金，70年沒查賬的美國金庫還得起嗎？上面是位於紐約的美聯儲分行，平時除了供金融大佬開會商議美元利率外，還承擔着存儲全球黃金的功能。龐大的地下金庫儲存着6200噸黃金，約佔全球總數的12%。最近由於特朗普亂打王八拳，德國政府揚言要運走存在這裡的1200噸黃金。或許有粉絲會好奇了，德國人的黃金怎麼會存在美國呢？其實非但德國人，全世界絕大部分的國家，包括我們都存了一部分的黃金在美國。主要原因是紐約作為全球2大黃金交易中心之一，各國將黃金存儲於此，可以大幅提升交易效率。比如我們買了某國拋售的黃金，美聯儲的工作人員只要把相應重量的黃金從某國的庫裡運出來，拐幾個彎放進我們的庫裡即可，全程不到1個上午就能完成交割，省去了遠程運輸的麻煩。數字化升級後，交易變得更加簡單了，工作人員連搬運的過程都省了，直接敲鍵盤记下双方存量的變化即可。然而这種長期穩定的合作模式近期因美國政策的突變面臨挑戰。特朗普政府的單邊主義外交策略迫使德國人重新思考了2個問題：第一，美國還是不是盟友；第二，紐約金庫裡究竟還有沒有黃金。先看第一個問題，盟友信任危機，美國還是可靠的朋友嗎？從單方面將歐盟排除在俄烏談判之外，到對歐盟商品加徵20%的關稅，特朗普政府的強硬政策不斷侵蝕着德美互信。據德媒報道，拜登在的時候說任何涉及歐洲利益的事兒都會提前打招呼，徵求他們的意見。雖然協商過程中會有分歧，但是最後大家都能相互妥協，互相讓一步，統一行動。特朗普則完全不同，他是用通知的方式告訴歐盟他將做什麼，而且無論歐盟同意不同意，美國都會這麼做，沒有商量的餘地。這種溝通的方式讓歐盟看上去更像是美國的僕從，而不是盟友。關係好的時候，德國可以把家底存在美國，可現在關係不好了，萬一雙方徹底鬧僵，特朗普會不會用黃金做要挾，逼德國讓步？別以為這是天方夜譚，幾年前美國人就曾經凍結過俄羅斯的黃金，至今未曾歸還。再看第二個問題，黃金存量意願，紐約金庫是否名存實亡？不要說德國人懷疑，美國人自己也懷疑这事兒。2月份，馬斯克就曾想檢查美聯儲的黃金存量是否像賬目上登記的那麼多，起因是因為有個美國網友在推特上艾特他，說美國金庫已經快70年沒查過賬了，上一次部分打開還是50年前的事兒，這些黃金會不會已經被貪污了？馬斯克回復說是個好主意。隨後，特朗普也在公共場合承諾要打開金庫，結果說好的事兒到現在也沒有執行，更加重了外界的疑慮。无獨有偶，德國國務秘書多年前就曾經要求重新核實存在美國黃金的真實性，一直沒得到響應，直到最近雙方關係惡化，新總理才借題發揮，宣稱準備運回這些黃金，以備最壞的情況發生。其實德國人準備做的事，法國人在歷史上早已幹過一次了。1965年，時任法國總統戴高樂公開質疑美元超發，認為美國的金庫的存量不足以兌現35美元兌1盎司黃金的承諾。為了保住法國的利益，戴高樂開始大規模拋售美元，兌換成等價的黃金，派軍艦去美國把黃金拉了回來。剛開始，美國還死撐着要多少黃金給多少，證明自己的儲備沒有問題。但是隨着模仿法國的國家越來越多，美國終於扛不住了。1971年宣布放棄金本位，規定從此以後美元不能兌換黃金了，史稱尼克松衝擊，徹底終結了布雷頓森林體系。不過由於當時美國國力尚強美聯儲又精心設計了一套標準，讓美元與石油捆綁，所以最後美元非但沒崩，反而煥發了第二春，脫離了黃金的束縛。美國人玩命的印錢，不斷的向全球注入流動性，輸出通脹，又維持了半個世紀的繁榮。戴高樂的舉動曾迫使美國放棄金本位，如今德國若效仿，可能再次動搖美元霸權。不同的是，當前美國債務高企，全球去美元化暗流湧動，德國的行動将成為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。更危險的是，如果德國此次行動引發連鎖反應，帶動全球央行加速去美元化的進程，美元霸權或將迎來歷史性轉折。這一幕是否會重演尼克松冲击？答案或許比我們想象中的更近。